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？凡是你不愿意看到的人，不想接纳的事儿，反而不断地让你遇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内心投射出来的影像就像镜子似的，你是张三，镜子里就不会出现李四。这也是人生8苦之一的怨憎会。内心清净，便世道清明；事遂人愿。内心昏暗，便四面楚歌，牛鬼蛇神。一切外在的人事物所呈现的景象，皆是我们内心的映射。若明此理，无论遭遇任何境遇，马上警觉是内心的问题。这就是内观，就是观自内心的当下。人的眼睛、耳朵都是向外观听的，对别人的事明察秋毫，对自身的问题丝毫不觉。这就是无明。心经开篇说，观自在菩萨，就是观自内心的当下，放下执念，就是菩萨。一切圣贤皆教导我们向内观，把自己搞定了，人生也就有着落了。道德经中说，知人者智，这是世智变通，不是智慧。自知者明，即明心见性，那才是智慧呢。佛语有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之说，所以要想人生幸福、事业成功，必须用内观的方法去转念，念即是心，向成功的方向转就会成功，向失败的方向转必然失败。所以心想时必成乃自然之力，正是一切由心应转念，万法为实当自明，幸福美满无他法，内观自行指路灯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今天咱们把内观这个事聊透。什么叫内观？就是用灵性意识觉知向人事物的内部观察细微无形的真相和规律。内观是修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法门，很重要的方式。一个修行人他一定是要内观的，这里面不是用眼睛观察，而用灵性意识觉知。那这个灵性意识觉知是什么？就是人长时间独处安静内守到最深处的时候生发出来的直觉、想象力、灵感、洞察力。这个想象力、灵感、直觉太重要了，因为这个是灵魂的眼睛看到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很多学校都开始素质教育，强调孩子的想象力、孩子的洞察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比逻辑思维更重要。直觉、灵感、创意、想象力、洞察力、专注力、意念力、心智力，这些东西它是比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更重要。就好比想象力和妄念有什么区别？想象力它没有情绪，没有情感，没有对错，没有利弊，没有算计，没有攻防。想象力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，它不会好，不会就是粘着在你心里，想就想了，想完就结束了。妄念是情绪欲望，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，它是对人事物的这种利弊分析算计，它是一种执念，外面全是投影，所以我们看到全是三维的东西，看不到超越三维的东西。只有进入内在，我们才能内观到超越三维的东西。观到不是看到，看是用眼看，观是内观。
进入我们的投影源。在投影源里，你能看到所有相的本质是怎么回事，这在相上我们是看不出来的。就像我借助灯光，把手投影在墙上，我的手在墙上的这个像，我在墙上怎么修改没有意义，我手一变相就变了，这就叫心法。所有万法必归于心法。所以说，为什么现实中给人算命的人，就是算不出修行人的命。修行人修的是投影源，他在超越他的认知，他在转变他的认知，他内在信息。投影源信息只要一变，这个相就变。了凡四训讲的就是这个故事。现实中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可以重复性做，做到最后你自己啪一转念，那一转念就是一个开悟的过程。如果所有法你都用内观，所有的东西你都从直心去观察自己内在认知，随时每个当下反求诸意，通过外相觉察自己认知，去颠覆这个认知，那你每一个当下都在转念，这就是烦恼即菩提，你都在得智慧。而得智慧的那一瞬间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叫法喜。如果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所有当下都用来转念提升，那他将生活在一种全然的喜悦的生命状态里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在本自具足，但是大部分人不会问自己内在问题，都是在知识里找答案。其实每一次我们跟我们自己内在的连接，就是跟内在高维连接。当我们不从自己内在找答案，而是从知识找答案，我们就浪费了生命中很多跟内在连接的机会。因为我们跟内在连接的时候，才有提升内在自由度的机会。我讲的所有东西里面，其实只有一句话：人生的根本意义在于提升意识能量的自由度，就是提升维度。这个就是内观的定义，是我下的一个定义。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定义。我觉得学习悟道，我只是作为一个启动程序一样，我说的你可以不用认同，只是作为一个引导程序。启动程序能够引发你的思考，更深入的领悟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你最好创造出你的定义，你的理解，你的体验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下面我说一下内观的威力是什么。内观的第一个威力就是内观能让人分清真实和虚妄，不再颠倒梦想的活着，不再陷入无常的厄运和困境。因为内观它是看到真相的，看到规律的，它不是看到表面的。内观它是不用肉眼看东西的，它是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到那个无形的真相和规律的。所以内观能让人分清真实和虚妄，你分清了真实和虚妄，就不会颠倒梦想的活着了。你不颠倒梦想的活着，你就不会掉入无常的厄运和困境了。有很多人觉得房子、车子、票子能够给自己幸福感，能够给自己安全感，他认为这些东西是真实的，那么他就会颠倒的活着。他无论如何要追逐到这些东西，结果却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，害怕失去，成了房奴，成了物质的奴隶。
变得毫无创造性。他本来可以活得自由自在，非常开心快乐的人生，结果成了物质的奴隶，一辈子为了一套房子而活一辈子，半辈子为了一辆车而活，这就叫颠倒梦想。他分不清真实和虚妄了。那些内观能力强的人，他闭着眼睛就能看到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虚妄的。我们要守住真实的，远离那些虚妄的东西，让它自然流淌，有就有，没有拉倒。真实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灵魂，宇宙天地的大道，就是爱，就是智慧，就是能量。这些东西它看不见，但是它是最真实的。那些东西它看得见，但是它最不真实，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能量的聚散离合，只有能量是真实的。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的聚散离合，你内在能量足了，这些物质它去了还会来，来了可能还会来更多。物质是假的，能量是真的。你只要有能量，你现在失去了一切，再让你从头再来，还是会得到一切。因为能量在，物质只是能量的聚散离合，能量一直在，物质就一直在，哪怕现在全部丢掉，还会重新创造。所以你修能量比修你的房子、车子、票子重要10000倍。第二个威力，内观能让人看到敬畏和掌握，掌控创造物质世界的无形的神秘力量。只有内观，你才能看到这股神秘的力量，你不内观是看不到的。你整天忙碌，整天追逐花花世界，整天感官体验、感官刺激，是看不到这些无形的能量的。那些无形的能量是什么呢？就是大道，就是灵魂，就是灵性，就是你的念力，就是爱，就是专注，就是当下，就是智慧，就是快乐，就是自由，就是合一，就是澄净。这些无形的东西才是最大的能量，最神秘的能量。你只有内观才能看到它的威力，你只有内观才能发现它的力量。它看不见，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神秘力量。只有内观功夫高的人才能看到它，才会敬畏它，才会掌控它。因为他不是在用肉眼凡胎的眼睛去看东西，他是用心灵的眼睛在看东西。第三个威力，内观能让人看清人生方方面面的因果链条的发展变化规律，不再造作妄为。内观能看到因果链，内观能让你一看这个人，他的说话，他的想法，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结局了，能有预见性。第四个威力，内观能让你跟宇宙保持相同的频道，接收到宇宙能量和智慧，轻松的创造和显化内观。它不只是观察自己的内在，它会观察天地，观察宇宙是什么频率，什么频道。我能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状态，主动把自己调整到跟宇宙相同的频道。只有内观，有这种内观的觉知之后，你才能看见天地，才能实现天人合一，才能接收宇宙能量和智慧，才能借助它的力量
去创造和显化。第五，内观能让你找回自己，活出真正的自己，正确的使用自己，正确的活着，精准的努力，发挥出生命的潜能。内观能让你正确的使用自己，而不是错误的使用自己，正确的活着，精准的努力，发挥出生命潜能。你只有内观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，不内观的话找不到，一直被小我操控的活着。第六，内观能让你分清人事物的滋养和消耗的属性，精准地调整自己，趋吉避凶，能让你分清这个人事物，它是消耗你的还是滋养你的。你可以精准地调整自己，趋吉避凶。有很多人他已经失去了这种内观觉知能力了，明明是一个很消耗他的事，他还在那待着，把自己的能量耗光，耗一身病，耗到腰瘦，耗到夭折。你不去内观，你怎么看清它是消耗你的还是滋养你的？你用逻辑思维一分析就错，只有内观你才能精确地判断出来。第七，内观能让你看透和掌握一个领域，一个技能，一个天赋，变成真正的高人。各个领域杰出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内观的高手，他把这个领域的这个事，这个东西观察到了极致，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真相，所以他才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高手，才能成为这个领域的精英。内证观察笔记就是中医这个领域的内观高人写的一本书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就是对在这个社会领域、社会体验领域内观到极致，观察到极致，才写成了一本书《红楼梦》。如果没有曹雪芹的这种丰厚的超级细致的体验，内观是写不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高手，想成为你所在行业、所在领域的一个精英，一个专业人士，一个富翁，你必须训练自己的内观能力。内观功夫，它可以让你成为真正的高手，让你成为这个领域的精英。内观和冥想还不太一样，内观它是有意识的观察真相，观察规律的。冥想它就是训练大脑，无念、执念、转念的。内观就是一种想象，一种思考，一种直觉，一种沉思，一种感受，一种体验。内观的本质就是调频到了宇宙频道，下载和接收宇宙智慧，用灵魂本我的眼睛看见无形的真相和规律的能量。那个出神入化的很高能量的作品或者产品，就像文章本天成，妙手而偶得之。这个东西它本来是就存在的了，我只是链接到了一种智慧，偶然间把它得到。人把自己调频到宇宙的能量，宇宙的频道，下载和链接更大的一种智慧。这种智慧我们就暂且管它叫宇宙智慧。然后你活在这个灵魂的本我的这种境界里，用灵魂本我的眼睛看见了很多的真相和规律。这个就是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。当然你也可以在我的基础之上，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释。这个时空已经从第三维度主导
转向高维度主导，也就是我们整个人类正在从三维认知主导转向高维认知主导。所以我们发现这些年周围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心灵，心灵的灵代表的就是高维，二维是一个面，我用一生都不可能把这个面上的所有信息全部抓牢。当我们在这儿消耗一生以后，这个面上的一点我们永远无法企及。所以如果我们现代人执着在三维空间，拼命地在三维空间扩充知识，创造三维繁荣，没有用，只有一个方向有意义，纵向提升。纵向维度是生命的唯一方向。这句话说得非常妙，从心到灵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。那么如何从心到灵？如何内观？内观需要的状态是放空，或者说是无我。但无我并不是真的无我，而是一种放空后来觉察自己的一种状态。用佛家的话来说，就是观自在。观自己本身已经存在的。菩萨是形容有觉悟的人，而后才能开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智慧。内观后才能照见五蕴皆空，照指的是外在的对照。当你无我时，便可以观察自己的念头和情感了。为何这里说的是念头和情感，而不是思想？因为思想容易太主观，甚至容易带入情绪，而观察自己的念头和情感，更容易找到真实的自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，在意的是什么，更应该去做什么。到这个步骤的感觉似乎会有点像指良知，其实也不太一样。既然说是放空的无我了，那也不用太在意外界，只需感受自己的感受便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尽可能地保持平静、客观、中立，尽可能地抛却一切杂念，只感受自己的感受。如果一时找不到答案，也不要着急，它会在今后的日子中不经意地给你答案，因为你的潜意识会在生活中的某一刻提醒到你，不过大多会是在梦境中。内观在所有宗教里面都有，所有的宗教仪式其实都是高维事件，只是它借用不同的媒介，借用不同的形式发生。我们把它抽象出来，我们把它统统称之为高维实践。内观就是高维实践，我们把内观这个词转化一下，叫高维实践，跟内在的高维空间链接。那高维实践一定有高维实践条件，因为三维实践是需要三维实践条件，所以高维实践也一定需要高维实践条件。高维实践条件也就是如何内观，因为如何内观的方法有无穷多种，但是它里面有原理，它的原理共性就是5个净。第一个净是干净的净，就是让我们的内在，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干净清理那些脏东西，一定要不断清理下去，这叫自净其意。自净其意是诸佛教，佛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不断的清净自己，不断的清洗，这叫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这是一个清净的概念，就是第一个净。第二个净是平静的静，就像我们的心像是一池水一样，当湖面平静的时候，可以穿透湖面看到水底，
可以看到湖面反射的日月星辰，阴阳两界的事情们了分明。如果我们的心不静，就像我们在不断搅动这个水，当水乱七八糟，就看不到水底，水面反射的事物也看不见。所以心要平静，这个叫心如止水。我们心能不能平静下来，这是需要训练的。第三个静是恭敬的这个静，本为宇宙空间，本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，就是我们具足圆满的智慧，跟我们三维存在的差异是无穷的无穷次方倍。我们只有对这个智慧无条件恭敬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打通跟它之间的下载通道。你只要有一点不恭敬，就会障碍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说，为什么宗教系统那么崇尚于他们所描述的最高境界的智慧，可以把人说得一钱不值，一点都不值。因为生命只是在三维空间投影一次的这个香，所以恭敬，全然的恭敬，才能跟高维智慧关联。第四个镜是镜子的镜，就相当于我们坐在一个大的球面镜的中心，我们往四面八方看过去，全是自己。这个世界你看到照见的所有人，都是自己投射出来的像，都是自己的认知成的像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一切事情，我们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反求诸己，看到所有东西问自己，这个现象呈现我的什么认知，告诉我的什么认知呈现这样的相。因为所有认知都是障碍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外求，不会抱怨，你会进入一种正向自在的生命状态。第五个境是环境的境，比如我们今天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，让我们屏蔽掉我们跟世间的外缘，我们把我们跟周围的信息关联暂时关掉，让我们能够专注于这个环境中，共同建造一个共振能量场，这就是环境的境，同时它又是境界的境。当你的境界达到一定境界，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你对环境没有要求，你在哪，这个环境就是好环境。这个外在的环境再乱再纠结跟你没关系。比如看风水的有这么一个讲究，风水是什么？是时空能量场。这个时空能量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特征能量之间有一个匹配度，这个匹配度高，这个风水就对你好，反之这个风水就对你不好，它会相冲等等。实际风水它有一些公共的匹配度，也就是大家对这个地方，对大部分人都挺好，这也是看风水的一个基础。但是有一种人，他根本不需要看风水，因为他在哪风水就好，因为他的觉知是跟高维链接的，所有存在的相都是能量分不成的相。比如一个杯子从这儿移动到这儿，整个能量场都变了。移动这个杯子对整个能量场的扰动不大，但这个时空里边有一些东西，它是跟高维链接的，那种跟高维链接的东西叫法器，比如佛像，比如香，比如所有跟我们修行相关的这些物件都是法器。法器是跟高维链接的，它稍微移动一点，对这个时空能量场都有关联。一个人修到一定程度是可以调风水的，你只要舒服，这个风水一定好。
这就是第五个境，即由我们被动地接受外部环境，需要对外部环境有诉求有要求，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主动的你自己对环境能量的一种调制，这是验证我们自己修行境界的。所以这五个境就是高维实践条件。这五个境跟所有宗教修炼的创造条件异曲同工，只是它表达方式不一样。你悟透了之后，你会非常快乐的，因为你是看到了真相，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真相。其实这个结论它也是一个内观的结果，你不内观你是看不到这个真相的。内观可以帮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规划未来，可以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发现自己的盲点和局限，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，也能帮助你缓解内心的痛苦和压力，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和定力，甚至还可以提高自我认知和智慧，改善人际关系，提升幸福感和生活质量，培养正念和觉知。有缘之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你点赞回应，回复一句内观觉醒，愿你从此没有痛苦烦恼，接受无常，活在当下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积累无量功德。